好，这个视频是自动驾驶入门实战篇。首先制作这辆车星辰探路者，然后让它具备自动驾驶能力，最后加入物件识别。跟着疯狂的 Look，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第一阶段硬件设计，我们用树莓派和摄像头作为自动驾驶大脑和眼睛，把它们和 RC 车连接在一起。你可以自己准备车辆，也可以跟着我的步骤制作这辆星辰探路者。这是我上一个视频设计的 RC 赛车星辰探路者，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观看这个视频。我已经把所有资料放在开源网站上，这是 3D 打印文件，这是详细的项目组装说明书，这是超级电源板，这是扩充板，中间4个按钮，往上推切换手动驾驶，平常我会竞速对战，非常有意思。往下拉是自动驾驶，连接树莓派研究自动驾驶系统。这次再做一个连接键，连接树莓派和摄像头。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我们对它进行一点改造，把它的底部拉长，外壳改变，外壳也拉长，再给它装一个脖子，连接一下树莓派和车子。怎么样，是不是很酷？你觉得是很酷还是很雷？用到是这几个 pin。第二阶段入门篇，安装自动驾驶系统，调试车辆，户外训练车辆，实现基本的自动驾驶功能。完成这个阶段后，我们对自动驾驶就有了基本的认识。这是 Donkey Car 官方资料，这是我们的探路者自动驾驶系统手册。硬件是树莓派 4B，128G 的 SD 卡，160度广角的摄像头。接下来开始构建自动驾驶系统。我已经把安装方式录屏下来，做成2分钟极速教程。考虑到播放流畅性，我把它放在了视频最后。建议点赞收藏。接下来校准车辆参数。这是官方驴车的参数，我们也配上。我们来借助示波器观察 PWM 的信号。1号信号是来自树莓派的信号，3号信号是来自遥控器的信号。我们只要保证2个信号的脉宽值相同就可以了。现在测试的是舵机方向，左转、右转，我们发现这2个数是相反，那我们就把这里的 PWM 信号左边和右边调换一下。这次的方向相同，但是大小仍然是不同的，这是为什么呢？打开 Measure 查看输入信号的频率，它这里是58赫兹，但这里的要求是60赫兹，58乘以3%等于60赫兹，所以我们把这里的放大系数改成 1.03。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者的脉宽就相等了。用示波器观察是不是很方便呀？这边2个有明显特征的路是适合训练的。训练数据详细方法可以看我的文档。流程是这样的：树莓派连接到手机个人热点，手机 App 通过 SSH 连接树莓派，在车辆目录下执行启动命令，切换到浏览器管理后台，点击开始录制就可以了。我绕了场地大概8圈左右。过程稍稍有些枯燥，我还加入了少量其他类似道路的训练。上传树莓派的训练数据到电脑上。这段训练模型视频只有1分钟长度，同样也放在了视频结尾。我们先快进，搞定，接下来就期待自动驾驶环节吧。回到训练场地，这次手机上执行的命令要带上模型文件。打开控制页面，选择 Full Auto， 就开始自动驾驶了。这个模型训练的比较成功，整体很流畅。当然也有训练不是太理想的模型，只是忘记拍素材了。特别是2个拐弯的处理，
学得非常的好。接下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增强边物件识别。第3阶段，我们会利用神经网络模型让车辆识别物件，也会使用迁移学习训练自己的模型，利用这些模型编写代码实现不同场景应用，例如绕障碍、识别路标、行人过马路等等。完成这个阶段，对机器学习和自动驾驶的技术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是 Google 的 MediaPipe Studio 官网，可以体验物件识别。这是官方的一些预训练模型，我们晚些时候会用到。模型可以识别这些物件，例如 person 和 stop sign。官方还提供了样例代码，下载到树莓派上就可以执行物件识别。我们简单的改动了一些代码，用文本展示识别区域，上传到树莓派上测试。看到树莓派输出日志，识别正确。接下来将代码整合到 Donkey Car 项目中，思路是这样的：创建一个物件识别模块，识别到目标时执行预先设计的动作。稍后我们来讲解代码，先看效果。我们先试一下识别人，我是可以识别到的。这个车遇到这个 stop sign 的时候，它会停顿2秒，然后继续开。我们来试一下。来看一眼啊，好，刚好停2秒，然后继续开。好，那这样 stop sign 就测试成功了。后知后觉的停顿了2秒。最后再来测试一下绕障碍瓶子。哎呀，没成功，第一个没成功，再来试试第2个。哦，第2个也没成功。仔细看，虽然识别到了，但来不及处理了。我已经把代码提交给 Donkey Car 官方仓库了。具体来说 ，Donkey Car 把当前的图像、方向、油门数据传给管理模块 Detector Manager， 执行 Detect 方法，调用 MediaPipe 分析图像，识别结果包括物件、位置、置信度等信息，然后执行 Dispatch 方法，根据不同的物件调用相应的 Action Protocol 模块，调整方向和油门数据。返回给 Donkey Car 就完成了完整流程。Google 提供了 MediaPipe Model Maker 工具，可以训练自己的模型。参考文档在 Colab 上训练了自己的模型，流程大致如下。考虑到和自动驾驶主题关联度不是很高，以后有机会单独聊。训练好的模型上传到 MediaPipe Studio 验证，上传到探路者验证。这2个视频就是项目的全部内容了，可以分为4个阶段：学习 RC 车基础、设计自己的车、开源项目 Donkey Car 以及机器学习。这个项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就关注一下疯狂的 Look， 点个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用到的工具是 Raspberry Pi Imager， 演示的设备是树莓派4，操作系统版本 Bookworm。Edit Setting 中设置 Hostname Wi-Fi， 并启用 SSH。安装完成后，把 SD 卡插入树莓派，通过 SSH 命令连接到树莓派，修改系统配置。第2步，升级环境，升级软件包，配置 Python 虚拟环境，还有一些后续可能会用到的库，建议安装，不然可能会报错。第3步，安装 Donkey Car 项目，可以直接 Git 下载项目，或者先下载到电脑上，再上传给树莓派。演示用的 Donkey Car 版本是 5.1.0， 执行编译指令。接下来创建具体应用。
在 Donkey Car 目录下执行 Donkey Create 创建应用，比如 Crazy Donkey Turbo， 然后修改配置文件 My Config。我会把 Crazy Donkey Turbo 的配置也上传到开源网站。最后执行 Manage 文件，启动车辆，打开浏览器，通过树莓派 IP 或者 Hostname 访问控制页面。上传树莓派的训练数据到电脑上。第二步，在电脑上安装 Donkey Car， 通过 git clone， 通过 Coda 创建 Python 环境，然后安装 Donkey Car。第三步就可以开始训练数据了，启动 Donkey UI。Load car directory 选择 Crazy Donkey Cars 目录 ，Load Tube 选择 Crazy Donkey Turbo 的 data 目录。这都是我们刚刚训练视频了，可以通过 delete 来删除。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训练了，点击 train，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你不要磨灭孩子的兴趣，这是孩子天真的象征。训练完成。Models 目录下的 TF-Lite 文件就是自动驾驶模型训练文件，把它上传到树莓派。搞定，